那今天呢，我们教你来生成封面图啊。封面图呢，很多做互联网的人可能都避不开，不管你是做 Twitter 也好，还是做视频教程也好，可能你都要生成封面图。那其实呢，我们使用 Flux Context 呢，去生成封面图呢，相对来说会更加的简单。但是它生成的呢，都属于这种一般风格的封面图，一般呢都是人物和文字互动的一种效果。那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生成一些质量比较高的或者是比较复杂的封面图，比方说这种文字在水面有一个倒影的效果啊，包括人物也有一个对应倒影的效果，包括文字和人物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构图啊，比较繁琐或者复杂的构图，这个我们也是可以非常好的去把它做出来的。那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去做呢？下边呢，我们先看一下最简单的工作流是怎么生成的。那我在 Running Hub 上呢，给大家构建了这个生成封面图的工作流，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然后点击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回头呢，大家可以在平台上搜索一下有趣的80后程序员，然后从我发布的这个工作流里边就可以找到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实例工作流了。下边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工作流是怎么来做的。那这个工作流其实就是一个 Flux Context 的工作流，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些细节啊。下边呢，我们先把工作流呢稍微的过一遍。首先呢是模型加载的部分，那模型呢我们用的是 Flux Context FP8 的一个模型啊，然后双编码器，我们的 VE， 这儿呢我开启了 Sage Attention， 让速度更快一些。另外的话呢，我这儿有一张参考图片啊，指的是我这个图里边的模特。由于呢我就是单张，所以说呢不用做 Stitch 的拼合。另外大家注意，我这儿用的是一个空的 latent space 啊，因为呢封面图呢一般是一个16:9的，或者是3:4的啊，各种风格的可能都有所以说呢我这儿必须能指定尺寸，所以说我就用这种方式来生成我们的浅空间里边的图片，以方便我可以有效的控制它的尺寸。好，下边呢我们先看一下生成的效果啊。好，大家看一下，现在呢我就得到了这样一张图片。这个图片呢，我们现在去看它的话，整体的这种封面图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有一些问题。那大家去对比一下我们的参考图片和我们真正的这个生成图片里的人物，其实长得不是特别的像啊。第二个，其实大家也能猜出来，就是我们生成这个封面图最核心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提示词。那这个提示词是哪儿来的？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一个模型叫做 Post Crafter， 这个呢其实是生成海报的啊，它跟生成封面图还不太一样。我们可以写一个我们想要的内容，让它生成一段提示词。这个呢我是用大模型生成的就是用 Gemini， 这儿呢有一个提示词的工程，大家看一下，这个内容很多我把它放到了文本文件里边。你可以作为系统的提示词让这个大语言模型帮你来生成海报的这个提示词。所以说呢，我们是借用了 Poster Craft 的这个提示词的一个效果。那我们找一个提示词给大家试一下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吧，我这个海报内容要求的是一个漂亮的女孩，手捧着一个空白的标识牌是一个特写，场景明亮，充满活力，而且要求文本突出。你注意，我这儿并没有写清楚文本是什么，然后这儿生成了它的中文提示词和英文提示词。我们先用PostCraft 来生成一个，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一下，这是它生成的这个效果啊。由于呢它基本上是生成竖屏的，所以说呢我们自个儿做起来其实不那么方便。另外的话呢，就是它这个运行的时间太长，所以从实用性上来讲呢更差一些。如果我用 Flux Context 去做的话，不管是生成效率和最终的质量上来讲呢，可能就更好一点。而且呢我们在生成不同分辨率的这个图片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有效的去控制的啊。那第二个就是一致性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注意我这儿有一 Laura， 我们把它放开啊。这个 Laura 呢叫 JD3 这个是一个未经审查的 Laura 然后呢你要注意，我在提示词前面加了一句 The image now looks like a different photo of the same subject kit。 什么意思呢？说这个图片其实是相当于同一个物体的两张不同的图片。那加上这个 Laura 之后呢，一致性会得到非常棒的提升。现在你会发现这两个人不是特别的像，对吧？那我现在呢其实可以运行它一下，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女孩和这个你再去对比，不能说
一模一样啊，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相似度呢，其实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啊，这就是这个 LoRa 的一个作用。这个 LoRa 呢，大家可以从这儿把它下载下来，这个我就不点了啊，因为它点进去有一些这个少儿不宜的内容啊，你就知道这个地址就可以了。然后呢，它的触发词我们要求是这样写的，因为它本身有脱衣服的这个效果啊，所以说呢大家最好看一下这个东西怎么去用。所以说用这种方式的话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生成非常好的这个什么封面图了。那你可以换不同的人物来试一下，比方这个啊，然后呢我们再来运行一下，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效果呢也是非常棒的。当然呢，举着这个牌子上面写文字啊，这是我们经常用的一种这个封面图的构图的手法。你当然呢可以换成别的啊，比方我们来换一个，比方这儿有一个啊。你注意啊，在这种比较复杂的描述情况下啊，有些文本可能没有办法正常显示，你需要用 Photo 去把它重新的来修一下啊。所以说呢，像这种方式它更多的是生成一种文字和人物的交互方式。那大家看一下，这是另外一种文字和人物的交互方式啊，也是非常漂亮的啊。我们可以再换一个，那这个展现的就比较明显了，看一下这个 Flex Context 的这几个文字其实不是特别的清楚啊，但是整个海报的构图就非常的漂亮，对吧？所以说呢你就需要修正它一下。另外它比较方便的就是你可以生成各种各样分辨率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我要发一个视频，可能需要有这个16:9的啊，还需要有这个4:3的，甚至还有这个3:4的。就是我们说这个竖屏的，比方我们生成一个竖屏的啊，就是3:4的吧。我们来一个900×1200的，我们来试一下。就是你一旦有这种手法之后呢，你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来生成一个基本的构图，而且质量呢也不会特别的次，对吧？好，现在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竖屏的，是吧？这个效果也是不错的。我们再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啊在生成这个内容的时候，它基本上呢也就生成这种水平的海报，如果再复杂就会出问题。那比方我们切回到1280×720，就是一个16:9啊这样的一个分辨率。现在呢我采用一个非常复杂的构图，看这个啊，这个其实是说背后有一个巨大的文字的一个雕塑啊，叫 Flex Context， 然后这个人呢在它的下边啊，那这个构图如果你要是用 Flex DEV 来实现的话呢，这个就比较困难啊。我们试一下，现在呢我把它粘上啊，然后我们跑一遍，大家看一下啊。整个人就飞了，是吧？因为呢你说的这个构图呢太复杂了，不管你怎么去跑，可能它很难把这个效果给它做出来啊。它大概理解你的意图啊，但是它呈现不了那么好的一个构图的效果。你说那怎么办呢？你这个时候就得换模型啊，你得换成我们的 Pro 或者 Max。当然呢，这个你可以通过付费节点去调用。这儿呢我就通过这个黑森林的 Playground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现在我们点上生成。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提示词呢给它粘上去，我们换一下模型啊，这儿我们换成 Max， 因为这个 Max 版本在生成这种复杂文字的时候它是有特定的这个优势的，是吧？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换成16:9啊，看一下，然后生成2张吧，4张有点太多了啊，我们生成一下大家看一下。像这种模型它在构建这个比较复杂的这种海报场景的时候就没有问题啊，但是你可能需要修一下人脸，因为这个人物的像素点太低，是吧？所以说呢，虽然我们并不是用本地的模型，但是它也是 Flex DEV 系列的。那通过这样一些例子，大家应该也能掌握住我们生成这种封面图的一些基本的手法啊。好，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